露思和蔡文静比她们漂亮吗？胡同的选角太野了，让赵露思演50年代的奶奶，蔡文静演80年代的妈妈，让关晓彤演女儿辈。有生之年，哇，这3个人居然聚在一个屋檐下，3代人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赵露思和蔡文静能不能粘住那个时代的人呢？现在拍戏承载当下的审美无可厚非，但是这2张新的浮肿脸，总觉得和实际年龄有差距和落差，一眼就能看出当年的时髦。他们此刻正在假扮老人，那么一张有年龄有美貌的脸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今天从一些老电视剧中找到它。你会发现古时候有美女，但是美女和法律不是现在几乎要溢出屏幕的巨星位的方式。50年代太远了，先说说80年代的美女吧。80年代的美女榜单向来对内地女演员的待遇很差，提起她，港台烟吧总是来回穿梭，思念不已。那一代少男少女不太可能会在床头放一张刘晓庆的海报来迷恋她。在刻板印象中，80年代的国内娱乐是土气的、凄美的、苦涩的。然而事实上，随着一系列经典国剧的出现，那个时期甚至掀起了现在几乎不可能重现的追剧热潮。当时流行的戏剧是什么水平？86版的《西游记》，87版的《红楼梦》，还有一部比较小众的叫《聊斋》，1988年播出的《蒙在鼓里》，我一下子就被栽培了。3部剧最明显的共同点就是美女如云，前2部美女遍地都是，这次重点说说《聊斋》。感觉当年华夏的顶级美女都被牵扯进来，扮成女鬼。有几个名字特别突出，比如在《凤阳书生》的故事中，有王璐瑶和张丽2个女主，她们2个都有些不对劲。《凤阳书生》当年删档，时隔35年，2021年重新上映，画质虽然马马虎虎，但也敌不过美颜，美丽就像打喷嚏一样难以掩饰。被《聊斋》耽误的成名，很快就会在别处得到补偿。张黎的成名作品大家再熟悉不过了，在《红楼梦》中饰演薛宝钗就像是画中人。几年后，王璐瑶成为了大明星，直到苗若兰出演了《雪山飞狐》，她才开始走红。按照现在的审美，这样圆润光滑的脸能演女二简直不可思议，但30年前，观众只会被苗若兰的可爱迷倒。即使在2003年，胖还不算死罪，所以王璐瑶还有机会在《大唐宋词》中饰演杨贵妃。这个版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我觉得女演员如果不能长出这么丰满的身材，就不配做唐美人。在《聊斋》中，还有一个人更让人意外，那就是瞿颖。一直以为瞿颖的演艺生涯是从90年代的台历和模特比赛开始的，没想到她的阅历如此丰富，竟然能被列入80年代的演员群。但显然，繁复尘土飞扬的古装对模特的身材十分不友好。《聊斋》中的瞿颖，模特瞿颖，就连《聊斋》中的如萍，也似乎没有完全长大。如萍的闪光点是在《武则天》中饰演上官婉，雍容华贵的王朝才女的温婉与威严，在这张脸上得到了完美的还原。汝萍非常有资格晋升太平。如果非要比较的话，我还是认为《聊斋》的总分可以和《红楼梦》打成平手，稍微好一点，因为它有2个王牌选手，陈红和何清。年轻的陈红因美貌备受台湾媒体追捧，曾被授予中国大陆最美女人称号。何清有一个类似的称号，叫做经典第1美女。2件合一，吹散了《聊斋》的美。《聊斋》是第1次，但不是唯一一次2位第1美女同台竞技。《聊斋》2年后，1989年，他们一起拍摄了电影版的《红楼梦》。这部电影也是颜狗的一场盛宴，稍后再说。1994年，王扶林拍摄宇宙大片《三国之恋》，2人第3次相遇。陈红饰演4大美女之一的貂蝉，何晴饰演另一位美女小乔。这部剧的恐怖之处在于烧了2亿元，于是何清及4大名著之说流传开来。除了《三国志》和《红楼》，他还一次又一次出演了《水浒传》、李世石和《西游记》。唯独爱找美女的杨洁眼光真毒，
把这样一连串的小角色定义为经典第一美女。事实真相，立法界的顶尖人物不仅是北周巡男傅颖，何清在这个界域一直被低估。他有一个伟大的统计数据，他已经售出了60万个日历。传说琼瑶只是看了他的挂历一眼就爱上了他。绿江边的草里的华幼林是按照琼瑶的初衷留给陈红的，陈红因为档期调不出来找到了何晴。据说琼瑶真的很像陈红的美人迷，华幼林想他了，水云间一定要找回他。甚至在烟锁楼中，生活在记忆线上的刘银翠再次搬出了陈红，这个角色算是客串了，但他并没有被琼瑶对刘雪华的爱所淹没，就好像他演的是《云》里的女二王子轩，但是比陈德容还要漂亮。小家碧玉和陈德容在陈红面前就像一个小姑娘。想想陈飞宇的择偶标准，女朋友要长得像妈妈小30岁，啧，这孩子不懂事。把何晴放在青青河边的草里，和陈红的效果是一样的。她饰演霸道女二华幼林，但风头却将男主的真爱青青彻底碾压。而现在华幼林的人设更是让人眼前一亮，一位年轻女士被未婚夫无故赶出家门，她想不通，千里迢迢跑来找他，就是要当面讨个说法。套现后，她只身前往法国留学，插入一个叫何音的美女，在碧绿的江边草中饰演二女友的女友16。在一场戏中，她扮演了近乎仙女的观音。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她很快就失去了《西游记》中的观音地位，被何音、何晴、金明3张俏脸夹在中间，哭瞎了眼睛的月玲没有活的机会。直到2年后的新月公主，她才真正变美。月之初的年纪真的不符合琼瑶女主的美，但美女似乎很受宠，爱情之路总是一波三折。何音与黄志忠结婚13年，离婚。陈红驯服陈凯歌成为最后的赢家，但他早年也或多或少和倪萍斗过。倪萍年轻的时候超级美，而且美德和陈红同一个模板，都是标准的银色脸蛋，气质高贵硬朗，非常符合男人对妻子的终极幻想，贤妻良母，贤妻良母，一个稳定的母亲。几经波折，何晴顶住压力，与刘威分手，与许亚军结婚。传闻许亚军是因为他才和张希离婚的。两人骂骂咧咧的好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，生下子徐鹤后便离婚了。2015年，黄绮珊突然发了一条微博，似乎在暗示何晴病重，据说她被诊断出患有脑瘤。总之，在《女医明妃传奇》中饰演霍建华的母亲后，何晴就没有更多的影视作品出来了。再来说说电影版的《红楼梦》，说实话，丝毫不逊色于剧版。导演是大名鼎鼎的谢铁骊，人均颜值更是出名，个人觉得比剧版好看。毕竟陈红只能充当侍女的角色。接着陶慧敏饰演林黛玉，傅艺伟饰演薛宝钗，刘晓庆饰演王熙凤，何晴饰演秦可卿，何赛飞饰演妙玉，马晓青饰演史湘云。太可怕了！这是谢导组织选美比赛的电影吗？但最终反响并不好，或许是因为贾宝玉用女演员来扭转，或者跨县城没问题，但是如果县城不在里面，那就是浪费 Spring 了。这样的傅艺伟和陶慧敏找不到漂亮的包哥搭档，心里有些苦恼。其中陶慧敏一人值得一提，她出身越剧，以小白菜名声大噪，这离不开毛戈平的功劳。80年代，毛戈平明白了裸妆的奥秘，凭借裸妆，原本待定的陶慧敏成功入围。所以严格来说，毛戈平第一个协助的人并不是刘晓庆，而是陶慧敏。陶慧敏圆圆的脸，圆圆的，有点接近甜美少女的感觉，又不会太甜。她中年后最著名的角色是《人民的名义》中祁同伟的妻子梁璐。梁璐长得漂亮，出身名门，是权贵之女。有一段祁同伟为了攀上高枝，当众为梁璐下跪的情节，可见这穷小子野心勃勃，为了权势连面子都不要。但他不过是贪权而已，或许贪了就可以下跪。和陶慧敏一样，还有一个时隔半个世纪还在拍戏的美女江山。在前不久播出的《行》中，
她饰演黄景瑜和杨佑宁的妈妈，身体胖乎乎的，但隐约能看出美女的轮廓，好美。戏曲人称之为小山口百惠江山录制一期《天天向上》，汪涵吹彩虹屁，面对她的美貌，什么都可以原谅，不能说汪涵在夸大其词。上档走红的时候，还流传着一句话：天下无不暗恋江山。没成了江山，前夫是高曙光，绯闻男友是靳东和张博，听起来很有道理。然而，她一路收获男神，为何与结过5次婚的王志文擦出的火花却丝毫没有减退？容易因戏动情，但戏多了就没有三心二意了。这可能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同事。这对昔日同事心照不宣地保持着超长的待机时间，演技上依旧露脸。当然，高曙光也频频成为年轻演员的爸爸。他们惊艳了一代人，并没有从荧幕上消失，估计也不会让观众白白爱上他们。欣赏过后，你心目中谁最美？快来投票吧！官媒向肖战抛出橄榄枝，邀请肖战录制拜年视频，一起为未来打 call。近日，官媒中新网向肖战抛出橄榄枝，邀请青年演员歌手肖战录制新年视频。肖战自然接受了邀请。肖战视频祝福大家心中有数爱，一起走向美好未来的未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肖战不止一次受到官媒的邀请。作为优质偶像，非常适合在新年伊始带来祝福，积极引导粉丝。这样的场景很温馨。据悉，官方媒体中新网转载了肖战词条：肖战过年一起谈恋爱，祝春节快乐，春节又来了。和肖战一起，带着心中的爱，勇敢地走向美好的未来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看完感觉很温暖。其实从2023年开始，肖战的好消息就一直不断，无论是荣誉还是代言业务，全方位都有新的惊喜，特别喜欢看。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，大家的态度自然是追随肖战的脚步。幸运兔伴随着好运和坚定的脚步，勇敢前行，不辜负心中所爱。肖战以身作则，粉丝胜于雄辩，行为态度完全一致。他们期待肖战的作品，相信肖战的人品，也热爱肖战的未来。总之，祝肖战新年快乐！相信肖战可以在家过团圆年，而且正好在家拍戏。目前《与我同行的太阳》的拍摄进度没有变化，大概率会停工一段时间，让演员回家过年。作为重庆的骄傲，肖战也是所有小飞侠的骄傲，他一定会一路顺风，越来越好。肖战前程似锦，新年快乐，继续努力！